今天随着曼城1-0在足总杯决赛战胜了切尔西，那么咱们切尔西的球迷就惨了，本赛季是连最后的安慰奖也没有拿到。但是这场比赛最有争议的是主裁判这边出现了多次的判罚争议，其中有2次的争议性非常大。主裁判名字叫达伦·英格兰，第一次是出现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若昂·佩德罗当时突入禁区倒地，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犯规。第2次又出现在下半场，哈托左路突破后倒在禁区内，裁判也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没有介入。特别是第2个球，看慢动作呀，胡桑诺夫确实是个禁区内的犯规动作，但有时候裁判往往相信自己的眼睛。 VAR 现在也有一种趋势，就是比赛正常的速度，当时你看了觉得好像可判可不判，但一旦用放大镜放慢动作看呀，你又感觉绝对是个点球。就像今天第2个，这不是点球，这是什么呢？所以只有在裁判的眼睛里啊，那么胡桑诺夫对球是有控制权。如果胡桑诺夫在后面，那么哈托没有控制住球。总结，只要球进了禁区，裁判就认为胡桑诺夫对球有绝对的控制。所以现在的英足总过去也总是有这种说法，说是球员没有控制住球，没有脚下的接触，只有上半身的接触。但是这2个球其实防守队员都是冲人去的。第1个球嘛，还可以说是5-5开 50-50， 但第2个球连身位的优势胡桑诺夫都没有了，这样在禁区内直接撞翻，确实应该判点球。如果判点球，我想曼城球迷没有太大的争议。可是不判点球啊，老 K 第一个就站出来反对。好在现在关于切尔西也有好消息，今天传出来，哈维·阿隆索已经接受了切尔西的帅位一职，双方敲定了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全面协议已经达成，很快就会正式官宣。要知道，在英国的知名媒体，这种事情还是靠谱的，只是因为透露消息的知情人士要保护人际关系，所以要求匿名。那么过去切尔西在新的主教练罗塞尼尔执教不到4个月后，4月23日和他分道扬镳，球队的5连败让罗塞尼尔最终被解雇。目前带队的麦克法兰是临时主教练，他会一直带到赛季结束。他带着球队输给了诺丁汉森林，又打平了利物浦，打进了足总杯决赛。今天足总杯决赛又0-1输给了曼城。而关于哈维·阿隆索，他入职切尔西的正式头衔将是 manager， 这也是青湖时代的切尔西第1位享有 manager 的主教练。这就表明他的职责范围比过往的几个切尔西主帅更大。最主要的，关于球员转会方面，阿隆索会享有说话的权利。朋友们，夏天终于来了，老 K 跟朋友一起合作的足球俱乐部正在招生。每个礼拜的周5、周6、周日下午，老 K 都会带着孩子们训练，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虽然自己踢球已经越来越少，但带着孩子们踢球，当他们奔跑、过人、防守的时候，我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所以感谢，也希望您继续支持咱们频道，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分享。在华人圈做一个足球频道不容易，感谢您的订阅。好，咱们继续。今天比赛一直打到下半场第72分钟，哈兰德在右路的倒三角传球助攻，塞门约脚后跟潇洒的一颗破门，这也让即将离队的老将斯通斯和比席尔瓦共同举起了足总杯的冠军奖杯。曼城队史上第8次拿到了足总杯的冠军。遗憾的是，裁判史诗级的黑哨展现了英国足球羞耻的一面。我要是曼城球迷，也承认主裁判的哨子确实有点偏，没什么问题，因为任何强队在足球比赛总会有得利的时候，没有必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正不管怎么闹，冠军已经是曼城了。就像几年前任何一次有争议的判罚，也就只有在历史上拿来说道，最后大家还是看冠军的归属和数量。今天说实话，几次倒地不判，切尔西的球员情绪没有那么大，但看到佩德罗抽筋儿，古斯托捂了几次膝盖，是真的受不了了。这场比赛切尔西打的战术也是名牌，教练的水平就只是个青训，换人方面也是看切尔西谁没体力了谁就下，坚持到最后，切尔西的球员们全靠意志力在撑着。所以后半个赛季蓝军切尔西真是一团乱麻，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阿隆索来了，是不是真的能够拨乱反正？本赛季曼联、阿森纳球迷的心情是往上走，但切尔西和利物浦确实让大家太失望，失望又绝望。而至于托特纳姆热刺嘛，感觉已经开出了他Big 6的球籍。还有一点，当我看到切尔西换加纳乔上场，我就知道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方面允许你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确实有人是3分钟前看到德拉普上场就觉得比赛结束了。那么球虽然是输了，但前段时间闹要走的恩佐确实在切尔西的表现是最好的。今年征战世界杯，阿根廷队内技战力第一人，那肯定是咱们恩佐。可惜上半场切尔西的队友当恩佐出现了空当也不给他传球，非要自己单干，看的球迷啊让人生气。像佩德罗前2天还在马德里几个人一起玩，但是那么好的位置竟然不传恩佐。老是看见上半场有空当，恩佐就在旁边，队友就是不给他传球，看得大家都急死了。比赛也就看见恩佐和库库雷利亚这2个人是真刀真枪的在干。所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凯塞多是已经高薪续约，恩佐却没有拿到高薪续约的合同。现在皇马那边老佛爷大概率会自动连任。那么根据最新报道，老佛爷就是希望签下切尔西的中场悍将恩佐。这一笔交易如果能成，以恩佐25岁的年龄，还有在英超顶级中场的地位，还有他的商业形象也比较阳光帅气，所以交易绝对不会少于1个亿。当然，本身恩佐来切尔西的时候就已经花了1个多亿。现在也是队内发挥最好的球员之一，所以从青湖集团的角度看，如果心黑的话，直接喊1.5个亿。那么另一方面，银河战舰如果召回穆里尼奥，再成功签下恩佐，那么老佛爷过去几年的所有负面操作有可能会回到正面，因为现在的皇马可能最适合的就是穆里尼奥的战术，再有个恩佐这样可以扔飞盘的，那么如虎添翼。过去2年，其实老 K 心里面一直有个阴暗的愿望，就是想切尔西第3次赢回穆里尼奥，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是皇马2进攻。老 K 必须坦白，我是一个纯正100%的穆里尼奥人迷，所以哪怕未来的比赛踢得有多难看吧，起码在我这里流量早就已经拉满，眼睛根本就移不开他。现在皇马老佛爷已经计划将恩佐的签约作为他皇马主席竞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坛的巨星本来就不多，像今年恩佐这样可以公开的叫嚣要走的也没几个。我们都知道，只要球员非要说要走，就像上赛季的伊萨克，那俱乐部是留不住的。现在蓝军球迷最怕的是库库雷利亚也走，但虽然忠诚度已经不在，但是恩佐和库库雷利亚确实是全场最佳。我觉得作为职业球员，只要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职业性，那么另一方面结合现在切尔西管理层一次又一次很业余的操作，那么球员要走啊也是值得理解的。本赛季在英超球员所有的各项赛事出场总时长方面，利物浦的范戴克排第一，恩佐出场4109分钟，排在所有英超球员的第14位。这还是因为他闹着要走，所以游击场是不让他上，否则恩佐的排名还会更靠上。另一方面，咱们利物浦的范戴克都说他老了，状态下滑，但那么久不让人家休息，状态下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但凡利物浦如果能给范戴克找一个合适的替补，他至少还能保持3年的巅峰。好，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说，如果穆里尼奥回归皇马执教，恩佐可能会拒绝加盟皇马。我也不知道是否确切，但新闻确实报道说，恩佐对于去穆里尼奥手下踢球存在很大的疑虑。这个情况也让阿森纳和曼城在争夺恩佐的竞争中占据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切尔西仍然准备为恩佐提供一份到2033年或者2034年才到期的新合同。要知道，现在恩佐的合同2032年才到期，所以老 K 个人觉得呀，这续签意义也不大，也许只是为了满足目前恩佐工资低的需求。但如果未来1-2年恩佐还是想走，那你就算签到2035年、2036年也没有用。好，另一方面，今天切尔西的门神罗伯特·桑切斯戴了坦克帽，简直是太像过去的切赫了。虽然比赛是输了，但作为门将，桑切斯是真的尽力。在此前对阵森林队的比赛中，桑切斯头部和吉布斯怀特重重的相撞，因此休战了过去2场比赛。今天为了对头部的保护，也就选择头戴坦克帽。这就像玩老 K 最喜欢的游戏王者荣耀一样，这皮肤换成了切赫的皮肤，那状态能不神勇吗？桑切斯这位门将，他的血统非常的复杂，家庭很多元化，看着只是个黑人，但他除了西班牙血统、英格兰牙买加的血统，此外还有法国血统。他的母亲是从法国移民到西班牙的，父亲则是从牙买加到英格兰，所以他有着代表4个国家队的资格，只要他想。现在大家都觉得欧洲的黑人或多或少都沾一点法国血统，即便不来自于法国，也有亲戚在法国。这跟大航海时代法国对非洲的殖民历史有着很深的关系。好的，塞门约曼城这边
塞门约这个球员，老 K 说过多次，其他的方面也许不足，但终结能力确实仅次于哈兰德。甭管他今天踢得好不好吧，但凡能够进球，而且是全场唯一进球，签约他的作用就已经起到。他在比赛中今天射门达到5次，是全场最高，甚至比哈兰德还要多。塞门约是今年冬窗转会过来的，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已经有22次首发，10个进球，3个助攻。而他本赛季的上半段在伯恩摩斯20次首发，10个进球，3个助攻。所以到了曼城之后，进球和助攻的效率是一点没有下降。今天他打入唯一进球，也当选足总杯决赛全场最佳。另外，哈兰德在曼城，如我们所料，现在瓜迪奥拉给他安排的战术呀，一个堂堂正正的超级大中锋，已经成了像德布劳内那样的助攻王了。在场上难得见到哈兰德一次暴怒，切尔基那个球如果传给他就好了，简直被切尔基给气疯了。回到更衣室就想是要把切尔基吃掉的感觉。第一次见哈兰德如此生气，这也是憋了太久。再好的脾气也要生气，再好的狗也想跳墙。而切尔基虽然作用很大，但确实太毒了，真的让人无语。那一个球只要给哈兰德，至少有7到8成的概率可以进球。如果你带入哈兰德的视角，看着是真气人。切尔基有时候的技术是真有点浪，明显就是进了禁区还要想玩点花活。而我觉得主教练瓜迪奥拉呀，这种事情还是要管一管。你到底给哈兰德什么战术？这种级别的历史级中场，场场坐牢，让人不仅怀念起多特蒙德时期哈兰德的踢法，虽然消耗很大，但是真猛啊！在多特时期，那时候的哈兰德像个玻璃人一样。当然，有一说一，来了曼城之后，哈兰德肯定是长球了，并且这么多年在曼城的伤病比在多特的一个赛季都要少。但是由于曼城几乎很少打反击，所以总是阵地战。今天哈兰德一共也就只有20次出球，在这种情况下，本赛季首发已经达到47次，37个进球，9次助攻。你是不是觉得很变态呀？但是哈兰德来曼城第一个赛季可是有52个进球，9个助攻。此后的连续3年进球数再也没有上过40，而在多特蒙德整整6年前，20到21赛季，咱们哈兰德就已经有41个进球，10个助攻了。要知道现在他才只有25岁。当时只有19岁，就问你牛不牛逼，变不变态，强不强大？很让人意外的是，今天的哈兰德是曼城生涯首次在半决赛或者决赛中参与进球。这种决定性的比赛一共已经踢了16场，才捞到了1次助攻，进球是0。碰见这个数据，你也可以怪哈兰德在关键时候不管用隐身，另外你也可以怪瓜迪奥拉的战术是真不把他当中锋看。另一方面，来了曼城总共才4年，就能参加16次半决赛和决赛。哈兰德和曼城的成绩也确实是好，下一步就看什么时候打破美中不足，因为他至今还没能在决赛中完成进球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足球进化的方向正在朝着全攻全守、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本赛季到现在已经快结束，但在欧洲5大联赛中，只有6名球员攻入了20个以上进球。分别是哈里凯恩、哈兰德、姆巴佩、伊戈尔·迪亚哥、穆里奇、埃斯特班·勒博尔。20到21赛季，这个数字是20个球员，然后就逐年降低到现在本赛季的6个。所以最大的受伤害也就是中锋们。现在许多队伍都没有固定的阵型，每个人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固定的站位，特别是边锋，基本上都在朝前场自由人的方向走。现在足球更多强调整体，不像过去总是会依靠队内的明星球员，虽然过去个别球员进球数非常多，但在关键比赛也更容易被针对、被盯死。但另一方面也就导致现代的中锋是越来越少了。足坛现在还有几个大中锋，一个个的看上去现在是背身支点能力不行，头球抢点能力不行。但这里也多说一句，著名的厄瓜多尔的山谷独立队最近又出了一个18岁的小将，身高达到1.93米的胡安·安古洛，一看就是高中锋的苗子。现在巴塞罗那、曼联、本菲卡、波尔图都在紧密地考察他，商讨潜在的转会事儿。这个小将参加一线队比赛总共才10场，已经斩获2粒进球。同时他已经进入过厄瓜多尔成年国家队，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国家队的正式首秀，但他已经进一步的进入了国际足坛球探们的天才考察名单。另外，除了大家都认为他身高体壮，是一个典型的禁区内的9号位球员，但同时胡安·安古洛凭借远超同身高球员的脚下技术，既能从边路发动进攻，也能高速前插，
还能为队友送出极具威胁的传球。现在在厄瓜多尔，他的技术特点已经被拿来和哈兰德进行比较，所以身高达到1.93米的天才少年，身体和技术都在线，也是厄瓜多尔队，也是南美下一个顶级中锋的坯子。还有节目里老 K 介绍过好多次，厄瓜多尔的山谷独立队啊，他出的天才球星你可以直接挖，品牌的保证非常强。当然过去尤其是中场和后场的球员，但现在出了个中锋小妖也可以试一试。过去像因卡皮耶、还有帕乔、凯塞多、奥多涅斯都是从这个山谷队走到欧洲的。山谷独立这个球队经常出大妖星，出了已经不少妖星。在 FM 足球经理游戏里面，厄瓜多尔这个山谷的青训也经常排到世界顶尖的青训之一。好的，今天拿下足总杯，曼城队内的最佳球员是中后卫格伊。虽然在联赛争夺冠军的最关键时候，格伊的超低级失误现在极有可能葬送主教练瓜迪奥拉曼城生涯最重要也最后的一座联赛冠军。但是除了那个失误之外，格伊的表现还是信得过的。所以这也是老 K 反复说，在曼城中后卫的位置上谁都可以轮换，格伊是铁打的主力。有的曼城球迷可能会生气，但东窗买来格伊，买来塞文约，绝对是关键性的不强。下半赛季没有格伊，曼城也没有现在这样争冠的实力。比赛中细看，格伊是经常上演各种各样的拦截和上抢，今天的表现也超级稳健，可谓是除了那场球的回传失误，格伊基本没有槽点。他的身高只有1.82米，但是在英格兰队，在英超他就属于最顶级的中后卫，防守顶级，又能带又能传，视野开阔。上赛季带着水晶宫在足总杯夺冠，格伊拿到了足总杯的个人2连冠。而且过去他是切尔西的科巴姆青训出品的，属于今天是把自己儿时的母队给零封了。世界杯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格伊就是最大的牌。你看他比赛中的表现，那个稳，防守预判和落位，并且出球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的惊艳，简直就像一道墙。并且老 K 再提醒一遍，他只有身高1.82米，在英超赛场的中后卫，这个身高绝对是偏矮，所以也就显得尤其的不容易。那么连续2年代表不同俱乐部夺得足总杯，格伊成为历史的第4人。最早的2位都属于上古时代了。上一位是大吉鲁，2017年先随阿森纳足总杯夺冠，2018年加盟切尔西，连续第2年捧起足总杯。针对过去切尔西青训这个小妖的流失，前切尔西球员乔科尔最近直接呼吁切尔西高层应该展开调查，查清楚为什么2021年格伊竟然被允许离队加盟水晶宫。要知道格伊从小6岁就加入了切尔西，在蓝军的青训体系从小长到大，所有的人都很看好他。可是只为切尔西一线队出场过2次，就被租借到英冠的斯旺西效力了1年半。在20到21赛季，斯旺西通过附加赛冲超失败，而格伊踢满了每1分钟。在此过程中，他当时已经吸引了多家英超强队的关注。可即使如此，水晶宫拿到他只花了1800万英镑的转会费。老 K 盲猜呀，还是觉得1.82米的身高太矮了。而在今年1月，曼城也仅仅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就签下格伊。这2天，乔科尔表示，我看到格伊这个孩子就在想，这个孩子是怎么会穿上曼城球衣的？5年前，切尔西就应该围绕他来建队。现在他到了曼城，看起来就像已经在曼城踢了20年一样。在切尔西啊，任何让他走出这扇门的人，如果我是切尔西老板，我会说，好吧，到底是谁的决定？到底是哪一群人的决定？让他们觉得放格伊这个孩子离队是个好主意。每个人都会说，不是我，不是我。除非我们查清楚到底是谁做了这些决定，否则这样的决定还会继续发生。你们切尔西会继续失去这样的球员，所以需要对此做一次评估了。回想过去格伊走的那个夏天，当时的切尔西还是 No 姐当家做主。No 姐当时可能觉得有吕迪格在，有克里斯滕森在，替补还有查洛巴，老将还有迪亚哥席尔瓦。有了这么多中后卫，小将格伊没有位置，干脆就把这1.82米的小个子球员卖掉算了，加个回购条款。谁知道当年切尔西迷之自信，自以为可以轻松续约吕迪格，续约克里斯滕森，这2个人家都免签跑路了。所以当年卖格伊确实是稀里糊涂。老 K 记得那时候已经是很有潜力的小将，当时一去水晶宫马上就变得非常非常强，所以遗憾，所以可惜。
那么接下来，咱们蓝军切尔西球迷就等着官宣阿隆索吧。近4个赛季，5大联赛执教了100场以上的主教练，阿隆索场均积分达到了第3，这是全欧洲的第3，达到了2.2分，仅次于2.34分的路易斯·恩里克，还有2.25分的安切洛蒂。可安切洛蒂带的是皇马，恩里克带的是大巴黎，哈维·阿隆索主要是带的勒沃库森，这一点就非常不容易。即使他后来带皇马，在率队出战了34场比赛的情况下，哈维·阿隆索在皇马的胜率也达到了 70.5%。总之一句话，蓝军的球迷有盼头了，阿隆索很可能会带着他们重新崛起。但不好的消息是，今天0-1又输给了曼城。切尔西已经在国内的杯赛决赛连续5场被零封。20到21赛季足总杯0-1输给莱斯特城，21到22赛季足总杯0-0又是利物浦，23到24赛季联赛杯0-1输给利物浦，还有本赛季足总杯0-1输给曼城。这几场决赛老 K 都记忆犹新，也就是踢利物浦的时候没被裁判黑，其他的几场都有主裁判的争议判罚。OK， 多说一句，今天咱们过去意大利罗马队的标志性人物托蒂带着他的女友一同现场观看了足总杯决赛，还晒了合照。退了役的球星许多都看不得了，但托蒂仍然是当年那么帅。老 K 还记得很清楚，20多岁的他，当时体坛周报就登过，托蒂非常在意自己的发型和形象，每天都要去理发店剪剪头发修一修。还有托蒂小时候踢球总是一个人拿着球到下面对着墙壁踢4-5个小时，练就了他妙到颠毫的脚法。喜欢踢球的小朋友记住了，对着墙壁踢球是自我锻炼最好的方法之一。那么托蒂和自己的前妻伊拉利·布拉西2022年正式分手，也就那一年9月开始就和现在的女友诺埃米·博基一同开始频频亮相。多说一句，也就这个托蒂过去是瓜迪奥拉的队友，但也是现在利物浦球星萨拉赫的队友。托蒂过去这一次离婚也是足坛的一个重要新闻，因为是主要老婆那边有出轨的行为。OK， 另外一边德甲今天大结局，拜仁慕尼黑主场5-1狂胜科隆队，哈里凯恩进了3个帽子戏法，还有比素夫、雅克松各进1球。这整个赛季恐怕你带的拜仁慕尼黑除了狂胜就是逆转。但虽然是夺冠夜，由于格雷茨卡、格雷罗还有雅克松都要走了，所以今天的拜仁慕尼黑夺冠夜充斥着淡淡的伤感。下个赛季的德甲，我们不会再看到雅克松、格雷茨卡，也看不到聚勒、布兰特，但是德甲的故事仍然会继续。大开大合的进攻场面仍然会是德甲球迷纯粹的享受。下个赛季沙尔克04的回归又会给德甲带来一种许久不见别样的激情和炙热。还有弗赖堡，赛季刚开始谁也想不到他们能够闯入欧联杯决赛，这只是一座德国西南部温暖的小城市，但通过无数个赛季一步一步的耕耘，一步一步的脚印，迈向了欧战决赛的赛场。在这个大舞台，少帅舒斯特的球队已经书写了最光辉的一页。至于格雷茨卡，拜仁球迷总叫他老八，曾经最好的中场之一。6年了，人生能有几个6年呢？经历了一代又一代拜仁的球星，送别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拜仁慕尼黑球员，唯一不变的仍然是拜仁慕尼黑。今天在比赛前，拜仁向即将离队的雅克松、格雷茨卡和格雷罗一一做了道别。像雅克松对拜仁慕尼黑也忠心可见，奈何实力不足。去年夏天为了转会拜仁慕尼黑，跟切尔西已经闹掰了，但现在又必须回到切尔西去，主要还是切尔西那边的要价太高，但雅克松的实力在拜仁只能做替补。另外一方面，诺伊尔将继续下赛季征战拜仁，可是基本已经不会再回到德国队。而哈里凯恩50场比赛打进了58个球，创造了5大联赛的球员近10年单赛季进球数的记录。上一次还是15到16赛季，苏亚雷斯代表巴塞罗那打进59个球。但是凯恩还有德国杯，只要再进俩就能破60。今天赛后的庆祝当中，奥里塞正在接受采访，先是躲过了队友泼啤酒，最后被队友塔直接用啤酒洗头啊！还有主教练孔帕尼的一家人久违了，全家都来到了冠军庆祝的现场。现在转会期的消息已经开始源源不断，据说纽卡斯尔的前锋戈登已经接近签约，将和拜仁就一份5年合同达成协议，但2支球队还没有谈妥转会费用。纽卡坚持要7500万英镑，这比拜仁最初的估价高出了整整2000万英镑。戈登只有25岁，身高1.83米，
本赛季在纽卡各项比赛首发36次，17个进球，5个助攻。老 K 个人觉得可能实力应该不会赶超亚克松，大概率下赛季的表现和本赛季的亚克松也差不多。那么这一次德甲的大结局，多特蒙德上一轮就力克了法兰克福，提前1轮锁定了德甲亚军。而莱比锡在少帅维尔纳的带领下，获得了本赛季欧冠资格，锁定第3。在最后一轮开始以前，斯图加特队、霍芬海姆队、勒沃库森队都有可能获得最后一个欧冠资格，但最后一轮霍芬海姆0-4惨败门兴，勒沃库森1-1战平汉堡，所以斯图加特锁定了最后一个欧冠资格。而霍芬海姆将征战欧联杯，勒沃库森将征战欧协联附加赛。降级区方面，本轮开始之前，沃尔夫斯堡、海登海姆和圣保利已经锁定最后3名，但这轮开始前3队同积26分。最后一轮中，圣保利和狼堡还迎来了直接对话，狼堡最终3-1战胜，在最后时刻惊险地获得了一个保级附加赛的资格，需要和德乙第3名进行保级附加赛争夺。而海登海姆队、圣保利队已铁定降入德乙。另外，今天亚足联冠军联赛2级联赛的决赛，里亚德胜利对阵大阪钢巴。上半场，大阪钢巴队的杰巴利助攻，胡梅特打进全场唯一进球。这一个接球前的侧身站位，随球直接抽射，干净利落。但最重要的本场比赛让我们看到，C 罗在场上确实老了。他在场上直接就少打一人的感觉，而利雅得这边，菲利克斯和西马坎2个人都已经燃尽了，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能量都彻底榨干。但由于 C 罗确实没有作用，那么多机会，但凡把握住一个都不会如此困难。真的老了，人不得不服老。所以葡萄牙队的世界杯如果让 C 罗打主力，今年悬。而多说一句，进入淘汰赛以后，每场比赛都在利雅得胜利的主场踢。大家都知道亚足联黑得不得了，中东、西亚的这些国家牢牢地把持着亚足联权力巅峰，所以都已经如此照顾利雅得胜利，甚至连中立球场都不给。但 C 罗本场5次射门0射正，这还能怪谁呢？踢完世界杯 ，C 罗铁定退役，给自己一个体面的告别。只是最后的悬念是，到底世界杯C 罗上不上？什么时候上？每场踢多少分钟？好，节目到了后半段，大家最期待的皇马新闻又来了。现在作为球迷，皇马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让幸福来得太突然、太充满，那种期待欲罢不能的感觉。每天他都能用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把我们填满，让我们这些喜欢看热闹的享受得很。今天阿斯报披露皇马现在主教练阿韦罗亚本赛季曾经在更衣室内尖刻的讽刺左后卫卡雷拉斯，说你先去参加教练培训，把教练证考了，然后你再来决定该谁上场谁不该上场。报道说这次冲突发生在今年的1月底，当时皇马本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8轮对阵本菲卡之后，卡雷拉斯和阿韦罗亚在赛后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阿韦罗亚当时直接就暴走，直接说卡雷拉斯你去参加教练培训吧，然后你再来决定谁上谁不上，现在做决定的人是我。紧接着随后西甲第22轮比赛，在皇马对阵巴列卡诺，卡雷拉斯成为首发阵容里唯一一个被撤下的球员，甚至就没有获得出场机会。而本月初，卡雷拉斯已经卷入多起争议性事件。他曾经在得知自己已经成为队内第3左后卫选择的时候，露出神秘的微笑，这当时就引发了外界讨论。还有吕迪格还和他发生过肢体冲突，打了他。所以本赛季的主教练阿韦罗亚实际上承受着常人完全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阿韦罗亚在队内和卡瓦哈尔和塞巴略斯都发生过矛盾，皇马的整个环境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最后球队目标没有实现，伤病问题又很严重，而且阿韦罗亚此前只有执教卡斯蒂亚皇马预备队几个月的经验。这种局势对于一位缺乏职业队主教练经验的来说，这样的局势对一位缺乏职业队主教练经验的人来说非常不容易。阿韦罗亚也许犯过错误，但他也绝不应该是唯一一个为本赛季负责的人。本轮联赛，皇马将前往客场对阵塞维利亚。赛前发布会，阿韦罗亚又被问到了关于他和姆巴佩的争议，并且记者还问到他传闻中新的主教练是穆里尼奥，你怎么看？阿韦罗亚说我跟姆巴佩我刚刚在上来之前正好碰到了姆巴佩，我跟他说
放心吧，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处理。我知道这种事情会被当作新闻。姆巴佩在混合区所说的一切，其实之前我就和他聊过了。我们会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正如我经常跟球员们说的，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事儿。我理解球员们打不上比赛时的感受，我完全理解。我知道前几天姆巴佩不开心，我反而喜欢他这种反应。要是姆巴佩这种球员在这种情况下会不想为球队出场，我才会觉得奇怪。在我看来，事情远比外界以为的要正常得多。考虑到姆巴佩之前的情况，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就是让他在下一场。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就是让他在下半场踢一段时间，这样周日他才能首发。也许如果没有明天周日的比赛，情况就不是这样。但没有什么，我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儿都很正常。我跟姆巴佩的关系没有变。至于你们问我是否担心姆巴佩向媒体暴露我跟他之间的对话，是不是生气？既然我找球员谈话，我就不害怕他们把谈话内容说出去。对于私下的谈话，我当然希望不要外传，但如果他们对外公布和我的对话内容，我也不会生气。赛前我和姆巴佩聊过，我给他的解释就跟和你们说的是一样的，没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不会觉得受到了伤害。4个月前我来到这里，我原本只是一个吸血甲级别的教练，但将来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执教过皇马，我带队踢过西甲，踢过欧冠，我觉得没有多少教练能这么说吧。对我来说，这4个月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受益良多。站在你们面前，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等这一切结束的那一天，我会问心无愧地离开。至于你问我穆里尼奥会不会是现在失控的更衣室最佳解决方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因为皇马更衣室并没有失去控制，我不会这样形容的。等俱乐部敲定下赛季的主教练以后，他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公布。不管是作为球员还是皇马球迷，我都认为穆里尼奥是世界第一。我1个月前也是这么想，现在也仍然是。穆里尼奥现在是，也将一直是我们皇马自己人。如果他下赛季执教皇马，我会很高兴看到他回家。哇，咱们的阿维罗亚呀，说了这些话，而且是一次一次，这么多的球员逼他，他还一次一次的似乎都在给球员们道歉。我感觉作为真正的马德里主义者，他真的把自己放到了最低、最卑微的程度。但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他仍然做；该强硬的时候，他内部仍然非常强硬。这也是每一个当皇马这种球队主教练所必须的。如果你对内软弱，那你只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起码现在阿维罗亚还有部分皇马球员在支持他，当然他的水平能力肯定不能执教皇马。阿维罗亚在这几个月真是被这帮球员给欺负惨了，欺负成这样还得忍着帮那些球员说好话，换个教练早就爆了。所以我现在真的很理解阿维罗亚前段时间说那句话，就是我不指望球员们做到我对他们付出的那么多。这句话是真的让人心酸，你细品里面的滋味。那么关于穆里尼奥，现在说皇马将支付300万的解约金帮穆里尼奥支付给本菲卡。接着呢，马尔科·席尔瓦将执教本菲卡，穆里尼奥预计会签约2年。这件事儿最关键的是超级经纪人门德斯和皇马关系的正常化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正是门德斯亲自向皇马的高层提供再次启用穆里尼奥的可能性，而这一举动发生在3月份的最后几天。在和经纪人进行第一次会谈以后，该选项曾经被排除，但随后门德斯和皇马俱乐部之间关系逐渐正常化，成为穆里尼奥回归运作的关键因素。要知道，当时在本菲卡和皇马之间冠军联赛的对决，还出现了普雷斯蒂安尼事件。与此同时，当时皇马的高层分析了所有关于主帅的提议，而提议又非常之多。至于不让阿韦罗亚继续执教的决定早已做出。整个4月份，皇马研究了许多选项，而3月份看起来还不可能的穆里尼奥的事儿，到了5月份又成为必须的选择。这主要是随着一场场比赛进行，皇马更衣室逐渐失控，还有和皇马球迷之间的氛围越来越糟糕。所以最终管理层在5月份最初几天得出了结论，最好的选择就是穆里尼奥的回归。老佛爷倾听了各方意见，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标准，倾向于穆里尼奥回归。而穆里尼奥本人虽然在公开场合否认和皇马有接触，但过去3周这些接触其实一直在重复发生。现在皇马和穆帅已经达成全面协议，预计在皇马主席选举审核期以后就会官宣。
如果皇马主席的选举只有一名候选人，那么就会在5月24日宣布当选。当穆里尼奥到了皇马之后，皇马会支持他在转会市场的思路，但也不是给他全部决定权。这一点老 K 多说一句，穆里尼奥过去不论是执教切尔西、国际米兰、皇马，还是其他的球队，他的背后经纪人、超级经纪人门德斯的运作至关重要。甚至过去门德斯还和英超的狼队有过全面的战略合作。许多球员都是由门德斯放到狼队，在英超先锻炼锻炼，然后再想转售给豪门。所以这一次穆里尼奥和门德斯再次介入皇马今年夏天还有明年的各种转会，那么就很明显，整支银河战舰新的框架将会达成。这里多说一句，当年穆里尼奥离开皇马的时候，他留下的框架成为了后来欧冠决赛夺冠的基本框架。后来的皇马阵容首发11人里面有9到10个都是穆里尼奥启用的主力。而 BBC 时代最后一位到来的贝尔，他虽然没有在穆里尼奥的手下效力过，但是穆里尼奥执教的时候是每年都闹着必须买贝尔，必须买贝尔，必须买贝尔。好，现在有消息，穆里尼奥正通过经纪人和皇马讨论怎么买后卫，俱乐部也已经开始寻找替补右后卫，而且会在这个位置上限制预算。这最主要是卡瓦哈尔会在赛季结束后以自由身离开，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会续约，并且考虑了未来的选项，现在老 K 可以预言，只要穆里尼奥不犯第一次在皇马时犯过的错误，那么他第一时间就能够将更衣室凝聚起来。当时在皇马，穆里尼奥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逼着皇马球员和巴塞罗那的队友在西班牙国家队决裂，但这些西班牙的球员在国家队最后在卡西利亚斯的带领下又团结在一起，所以这种在西班牙国家队、皇马和巴萨球员的关系会是未来2年最大的看点。好，另一方面，现在在皇马的训练当中大家都能看到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在冲突以后的首次训练中被分开安排，所以看起来这2人的关系决裂已经是不可挽回，下赛季还真有可能巴尔韦德会不会离队。好的，感谢大家对老 K 的支持。这2天儿子踢主力，球队的表现也不错，如果运气好能全赢，那么周一就会进入决赛。现在他们打的这个比赛里面，除了来自多伦多我儿子所在的 DCFC Dutch Connection 这支球队以外，最强的就是另一支来自渥太华奥塔瓦的球队。儿子比赛的录像和集锦我都会在会员频道一次次发布给大家。感谢大家点赞支持，感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咱们明天再见。